最近啊，我一个很长期的病人是朋友来找我，那么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血压突然的升高。血压升高嘛，实际上是很普遍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人的血压升高让我很吃惊呢？就是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注重健康的，而不是说刚刚才开始。从我认识他20多年前他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了，在纽约，特别是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是非常有名气的。那么他今年应该77了，他70岁上时尚杂志的时候呢，人家都想知道一个70岁的人为什么能够保持像年轻人一样的身材，比年轻人还多的精力和创造力，在身体方面比年轻人的柔软性还更强他都归功于呢他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喝咖啡，只喝茶不吃大鱼大肉，吃的东西呢都比较清淡。他看着非常年轻他把它归功于美容针灸的结果。那么我很好奇，他家里也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他过去也没有高血压，为什么突然会高血压呢？我一问才知道在高血压大概半年之前，他做了一个全身的CT 扫描。这个 CT 扫描呢发现呢他有慢性鼻窦炎，除此之外呢还发现他颈动脉有钙化。颈动脉钙化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因为颈动脉嘛，它分两岔一岔呢叫颈外动脉，它负责我们颈部的面部的血液供应，还有一个颈内动脉。颈内动脉呢就进到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的前额叶、颞叶和顶叶负责这个血液供应。颈动脉钙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钙在颈动脉壁不断的沉积，有沉积的地方那血管就比较硬。在这个基础上呢各种各样的血液里面的纤维蛋白凝血的因子、胆固醇等等呢就慢慢都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这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呢，刚开始的时候它跟你没有什么麻烦，也没有什么症状就像我的这位朋友，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人到一定年龄时候呢，就很担心身体有问题，是吧？就全身去扫描，就扫出来了。那么到后期呢，它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血管壁上面的这些粥样硬化，它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它慢慢堵塞，它造成大脑的血液供应不好。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粥样硬化斑会脱落，脱落以后呢，它会和这个胆固醇血小板这个血液里面的其他的这个纤维蛋白串在一起，变成一个血栓这个血栓呢，它会跑嘛，随着血液跑到这个小血管里面，它就把小血管给堵了走到末梢的时候，那么它跑到哪里，堵到哪里，就造成哪个地方的血栓的形成。如果在颈动脉的话，它大部分情况造成的是脑血栓造成大脑的缺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这个发生呢，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中风的症状就看它发生在哪一边。如果发生在右边，那它左边的左侧就有症状，是吧？如果发生在左边，它右侧有症状。至于说出现什么症状呢，取决于它堵的那块地方有什么样的功能，是管语言的，还是管运动的，还是管感觉的呀？这些呢，它就会表现出来。那么我这位朋友他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很紧张他认为呢，这等于是一个定时炸弹嘛随时他都会爆炸。在他这个一辈子都非常非常健康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毛病的人来讲，他觉得就好像是一个死刑判决书一样非常的紧张。他本来呢就有一点失眠，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失眠就更加严重。那么去看医生呢，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因为医生呢要看他有什么样的风险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颈动脉的粥样硬化呢？第一就是年龄年龄越大，这种情况越多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把大家都去扫描一下，我们大概可能有20-30%的人会有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有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呢是造成血管壁损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造成血管壁损坏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也会破坏这个血管壁，造成血管炎。高血压它会造成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弹力纤维的这个损害，造成血管壁的这个变薄
损伤。那么这3个风险因素呢，主要是破坏的血管壁啊。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其实他这3个因素真的都没有，他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也没有其他的慢性炎症的迹象。另外一个呢，就是造成斑块堆积的因素，就比如说钙化造成这个钙化的因素比较多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钙从食物里面胃肠道吸收之后呢，它在血液里面走，主要应该去的地方呢是骨头，钙和磷还有其他的骨质蛋白它负责我们骨质的健康和骨质的这个密度。那么要把钙呢运到骨头里面，它需要2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呢是维生素 D3第二个呢是维生素 K2。还有一部分钙呢，它会在血液里循环，会到细胞里面每个细胞都有钙离子通道钙呢在里面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胞信号传导的调节因子。但是呢，如果你在血管里面有损害的地方，像颈动脉这种地方，这个钙就有可能在那里沉积沉积以后造成钙化。造成钙化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身体里面的乳酸的水平比较高。它还有其他的因素，那我们回头找个机会再讲。那我们这个朋友怎么办呢？他已经有钙化了，这个钙化到底能不能逆转？从理论上讲和实践上讲呢，这都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补充足够的 K2 的话，它会把这个血管壁上的钙给它运输到骨头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呢，就是维生素 B3 烟酸它也有软化血管，帮助溶解这个血栓的粥样硬化斑块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呢，它能降低坏的胆固醇，提高好的转固醇。我们以前的视频里有介绍。第3个呢，就是纳豆激酶。我们有一期节目是介绍纳豆的。其实纳豆里面一个重要的作用叫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是能够帮助血栓溶解的，这个纳豆激酶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坚持补充 K2， 服用维生素 B3 再加上这个纳豆激酶，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善。当然了，你还要降低各种各样导致乳酸水平增高的东西，比如说不要激烈的运动，不要有过强的精神压力，在饮食方面呢，不要吃含乳酸太高的食物。当然了，你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呢都是要进行控制的。说到这个高血压，它跟这个颈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它是一个双向关系，也就是说高血压会造成颈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粥样硬化呢也反过来造成高血压像我们这个朋友就是因为在得知了自己有潜在的健康风险以后呢，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在这个基础上呢，并发了高血压。高血压从中医来讲它是一个能量性的疾病因为你摸不着看不见，它没有什么气质性的变化，而化学检查也查不出太多的生物化学的指标它实际上是一个能量的变化，因为就是造成小血管的这个弹性减少压力增大。中医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嘛，是因为肝肾阴虚阴虚呢就有阳亢，就这么个关系。阳亢的人呢，他有2个问题，一个会生火，一个会生风生火就生热了。很多这个肝阳上亢的人，你看他都是满脸通红，身高气粗，脾气呢比较急躁。那么还有生风的人呢，那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头晕目眩，手脚颤抖，是吧？身上有游走性的麻木、疼痛。突发的事件包括癫痫、中风、突发的心脏病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障碍，这都属于肝风的问题。肝脏呢还调节我们的情绪和睡眠所以呢可以联系到我们这位朋友，他在被诊断有这个毛病的时候呢，精神高度紧张，影响了睡眠。其实呢，影响肝肾的能量的平衡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情绪因素。这个伤肾的这个情绪是恐惧。你想他突然被诊断出来有个定时炸弹在这儿，随时都可能造成中风偏瘫这是很让人恐惧的。对影响肝的呢是一种怨气和愤怒
这个怨气和愤怒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啊，我们可能不意识，其实是很容易产生的。像我们这种朋友，他肯定会有怨气，他觉得我这一辈子这么注意健康，在这方面都成了别人的楷模，我怎么会得这种病？这种失望和怨气实际上是很强烈的，不管你意识和不意识。总而言之吧，这个精神和情绪的调节是至关重要的。说这么多呢，对我们大家来讲有个什么样的建议呢？第一呢，如果你75岁以上了，我就建议你不要去做这些全身的扫描查体非要找出什么毛病来。当然了，你如果说这个骨折了，这个拉肚子了，发烧了，是吧？有急性的症状，你当然去要看，但是别去找这些慢性的问题，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肯定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你说这75岁了，咱们就说成100岁老人吧，对吧？一辈子活100岁吧。那么你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再活25年，即便是有这些毛病，也可能不成问题。但是你如果主动去找问题，然后进行一些创伤性的治疗像我们这朋友他有可能医生会推荐他做这个颈动脉的手术把它去掉。不是说这种手术不能做，也不是说这个手术不会成功但是呢，它大大增加了各种各样的风险。那手术以后又怎么办，是吧？因为它并没有解决它这个问题，它不能改变它的年龄问题，它不能改变它身体的各种各样代谢的问题，是吧？手术本身也是创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宾大的有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他的观点呢被这个媒体夸大了，说我希望在75岁的时候死去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到了75岁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再做更多的创伤性的治疗是这个意思。因为人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重要的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功能因为人到一定的时候，这个身体它早晚它会有问题的。你如果过多的干预会适得其反。那么对年轻朋友来讲，那还是需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这位朋友的例子并不是告诉大家活得健康也没用注意饮食运动也没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如果不在精神上有这么大的反应和紧张，从他的功能和生活质量上来讲，他并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预防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预防这个问题。今天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除了我们缓解精神压力，保持正常的睡眠，饮食上选择平衡的健康的蛋白质、脂肪和这个少量的碳水以及呢各种各样的蔬菜低糖的水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些营养的补充维生素 D3、K2 这个纳豆激酶维生素 B3 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防止这个问题的发生。好，关于呢颈动脉钙化和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